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它不为人知的一面。有人说南极洲的下面是空的，这你敢信吗？为什么在人类发现南极大陆300年之前，就有人精确地绘制出了南极的地图？而那个年代，哥伦布刚刚发现美洲大陆，在300年之后，南极大陆才被人类发现。我们所看到的南极只有冰冷和死寂，但这也许并不是真实的南极，因为在此刻数英里的冰封之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常年有多达5000人以上的人口待在这颗星球的最南端，他们想干什么？他们的身份不是游客，也不是探险者，而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且经常是整个世代家族定居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呢？现在越来越多的社区和城市在南极出现，它们看起来并不像是科考站，更像是一种末日永久居住地，集散着大量的物资和提供保障的基础设施。有人说南极可能是外星的基地，我们越深挖南极的历史，就会觉得越诡异。如果把线索串联起来，你会发现一个既有趣又吓人的猜想：也许人类并不是第一个在南极留下痕迹的种族，那之前是谁呢？南极这个看起来世界上仅存的一块净土，在它沉默的面纱之下，隐藏着一个怎样的故事？今天咱们就来一起聊一下南极大陆。大家好，我是李罗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这个频道主要和大家聊一些都市传说和未解之谜。我的每期影片都准备了很久的时间，如果您觉得还算看得过去的话，希望您帮我点个赞和订阅，这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这样也不会让您错过其他可能您会感兴趣的影片。那我们继续今天的故事。也许我们看见的南极只是它外表的一部分。人类第一次发现这块大陆是在1820年，当时是由海军中校布拉姆斯·菲尔德率领的探险队第一次登陆。以我们现代人的思路去理解的话，似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建立城市都不是一件难事。那以前呢？那南极和其他地方可不一样，它是人类最后一块未知之地。在人类发现南极之前，古老的地图上就有对这块大陆的标注，很简单的一串文字：此处有怪兽。那我们先说一个城市，你听过这个地方吗？它叫麦克默多站。那在南极人类的集散地，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个很可能是一个科考站，对吗？但是并不是，这个地方最早并不是以科考站作为功能的地区，而是因为人类在这儿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而形成的物流枢纽城市。这里每天有大约1000人在这儿生活。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也不多呀？那你要想，这可是南极，能住这么多人已经是很夸张了。到了夏天，人数还会上涨到1500人左右。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小城市，有宾馆、科研部门、医院、消防站、图书馆、休闲娱乐，那是什么都有。每年都要消耗3000万升的燃料，供人们的生活所需。这个地方还有3条冰面跑道，供飞机的起飞和降落。另外还有自己的港口。这个地方最早人类生活的记录是在1955年，到现在这里已经连续运作了70年了。那换句话说，就是人类在南极已经有70年的永久定居史了。那从麦克默多站一直往南走，到达南极点，这里还有一个科考站，叫做阿蒙森斯科特站。在这个地方，指南针都会失效，太阳呢能连续消失几个月。就这样一个地方，夏天有150人驻守，冬天呢还有50人。但是话说回来，因为环境过于恶劣，这个地方还是主要以科考为主。那再往外还有俄罗斯的沃斯托克站，那这里基本上是人类在地球上能找到的最冷的地方，大概有零下90摄氏度。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如果把皮肤裸露在空气中，几乎几秒钟就会产生像火烧一样的痛感，但这不是灼烧引起的，而是过冷。空气如果直接吸进肺里，会直接把肺细胞冻坏。就在这样一个极端的环境下，还有科学家在这里钻透数英里的冰层，就是为了研究冰层下面几百万年前的古老湖泊。类似的聚居地还有很多，那退一步看，你会发现它的规模有多离谱。整个南极有70多个科考站，由30个国家运营。夏天的南极的常住人口能达到5000人。那这些站点也并不是地图上孤立的点，而是靠空运、卫星通讯、物流网络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套默默展开了几十年的隐形基础设施。整个面积呢比中国还大1.5倍。那说到这儿，就会有人说，这些基本上我都知道啊，既然有这么多人在这儿生活、工作、盖房子、挖矿，那还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想一想，在这么完善的基础设施下，他们究竟在研究着什么？在冰封的南极下，会不会隐藏着这个世界更多的秘密？
早在1929年的时候呢，有个德国的科学家叫做古斯塔夫·迪斯曼，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斯卡帕图书馆整理旧文件的时候，找出了一张震惊世界的地图。地图是1513年奥斯曼帝国海军上将皮里雷斯所画的世界地图。那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呢？是因为他居然详细的画出了整个南极的海岸线，而且非常的接近真实的南极地图。但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因为最早的记载，人类发现南极，并且在之后对它进行研究，都是从1820年之后的事儿。那这张地图就比那早了整整300年。那1513年，你想想是个什么年代呀？那时候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刚刚过去21年，当时的欧洲人还以为自己到的是亚洲，甚至普遍认为地球是平的。可这张画在羚羊皮上的地图却精准地标注了一个当时在南极大陆现实存在的、不可能有人知道的详细的地理特征。那这怎么可能呢？后来就有人说，地图上画的这并不是南极，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南方大陆。古希腊人的观点就是，地球如果能够保持平衡的话，必须有一块南方大陆。听说当时的地图上都会画出这么一个虚构的地方，可问题就是皮里雷斯所画的地图，它的细节是和真实的南极大陆是对得上的。那这种细节的吻合，你如果说它就是个巧合的话，那根本是说不通的。甚至地图上有些地理特征是20世纪才被人们发现，这就根本不可能够是猜出来那么简单。如果说随机凑巧的概率可以让一只猴子在键盘上打字，它无意中打出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这的确是有可能，是有一定的概率。可是那样的话需要宇宙级的随机数据量，而古代历史上的世界地图版本几乎是屈指可数的，所以这几乎不可能。有个叫做查尔斯·哈普古德的人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研究这张地图，最后研究出一个结论。他猜想有人在南极还没有结冰之前就精准地测绘过它，还把结果通过某种信息留在了这个世界上，而这些知识通过古代文献就传了下来，最后落到了皮里雷斯手里。现在摆在人们面前最接近于真实可能性的只有2种结果，要么相信这就是一连串的巧合，这就是皮里雷斯瞎画的，刚好呢误打误撞蒙对了南极的轮廓。那另一种说法就是早在人类去过南极之前，就有其他的智慧生命去过南极，并且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信息。那么问题就是这些人他们究竟是谁？现在又去了哪儿？那么问题就是那故事还没有完，其实在南极发现的智慧痕迹还有其他的。2016年，有一些南极的卫星地图开始在网络上疯传。那这个图为什么这么出圈呢？那就是因为地图里面有一个不该存在的东西，那就是完美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和埃及的比较的话，同样有4个清晰的表面，而且角度精准，大小比例也和世界各地的基本上一致。而且最近1年有不少新的报道说，南极突然发现了几个巨型的金字塔，仿佛是从冰雪里面冒出来的一样，跟埃及金字塔一样规整。可是它的规模却比埃及金字塔大得多，最大的那个基底宽1.2英尺，高度超过1200米。要知道吉萨的大金字塔，它的高度也才不到150米，那跟南极的这个比呢，简直是小太多了。这个事儿呢，其实官方是有解释的，说这是自然形成的岩石，是冰川侵蚀几百万年的结果。冰从不同方向移动，通过不断冻结融化和长期的风化，把岩石形成了金字塔的形状。那我们看图上这个金字塔的形状，的确是有一定的可能性。NASA 有个叫做埃里克·林诺的博士还补充说，对，就是这么来的。这种地形就是冰川环流汇聚到一个中心点，就把岩石雕刻成了金字塔的形状。但是如果你凑近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岩石的几何精度还是比较精准的，几乎快赶上人类建筑师的水平，因为它的尺度非常的大嘛。其中有一个金字塔的基底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正方形，每边长都是2公里。就这种金字塔的形状，在南极不同的地区发现了不同版本的类似结构。如果你对这个金字塔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用谷歌地球搜一搜。那在视频下方就有一个我视频里面出现过的南极金字塔的详细地址信息，你可以直接把它复制粘贴到谷歌地球里面进行查看。那这些金字塔所在的埃尔斯沃斯山脉有1.3万米厚的褶皱岩层，形成于1.5亿年前。这里有过剧烈的地质活动痕迹，还能找到这里曾经温暖宜居时代的化石。你看，连科学家都承认这里曾经有过宜居的时代，难怪有人会怀疑这些结构的来历。那你说，人类这种智人的文明刚刚过去了35万年左右，会不会在人类文明之前就有人到过这里，并且是他们留下了文明的信息？要知道，遥远的古代文明几乎在每块宜居的大陆上都建立过巨型的金字塔。那这也许就能够证明，可能南极也不例外吧。被遗忘的阿加莎地下文明，
你有没有想过，会不会有人很早之前就开始在南极居住，甚至一直住到现在呢？那这个事儿教科书里面可没有，目前还属于科幻传说。但是很多古书里面提过，有个叫做阿加莎的文明，传说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地下文明，入口就在2极。早在有互联网、卫星甚至工业时代之前，就有对它的详细描述。故事要从1873年说起，法国的殖民法官路易·雅卡尔在印度研究时说，以前在古老的梵文文献里面找到过一段描述，说地球深处有个隐藏的都城，到处遍布着无法理解的先进技术，它是一座古老智慧的失落之城。但真正让阿加莎的传说震惊世界，是因为法国的神秘主义者、政治和思想家亚历山大·圣伊夫斯。1886年，他出版了《印度的奥秘》这本书。他说，阿加莎是真实存在的地下王国，藏在喜马拉雅山下，由极具智慧和力量的生物统治，并且使用一种叫做贝塔尼亚语的地下语言。那按照圣伊夫斯的说法，阿加莎的文明比我们先进得多，几百年前就有煤气、铁路，甚至飞行器。图书馆里的文字是刻在石头上的，还保存着这个世界早已被遗忘的知识。这个文明有自己的宗教、政府，相比之下，地表文明就像是一个原始的部落。但书出版没多久之后，圣伊夫斯突然就慌了，想销毁自己出版的200多册书。直到他1910年去世之后，这本书才再版。那期间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他是出于一些什么原因，是自保，还是说受到了一些外在的什么威胁。而且一个关于喜马拉雅地下王国的传说，怎么就会跟南极扯上关系呢？那关键人物就是这个人，美国海军上将查德·伯德。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探险家，带队去过南极考察过5次，功绩和行动都有明确的记录。但1970年冒出一个奇怪的说法，说伯德有本神秘的日记，写的是1947年2月他飞越南极的经历。据说这不是他公开的考察记录，是他藏起来的，后来又被政府收缴藏了起来，因为听说内容非常的吓人。首先声明，日记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真实存在，但听说日记里面伯德描述了南极有通往地心的入口，就驾机前往南极的深处。飞过南极点之后，他就看到了不该存在的东西，就是这个区域有一个边界线，一旦通过之后，里面很快就变成了温带的气候。不远的地方开始出现绿色的植被。后来他的机组飞进了一个山体的入口，眼前都是被绿色植被覆盖的土地，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更离奇的是呢，等他飞到了深处，才发现他看到一座闪烁着金色金属光泽和绿色植被覆盖的大型城市。巨大的圆盘形状的飞行器把他的飞机停在了半空中，并且慢慢地落到了地面。然后他被带进了一个巨大的洞穴，见到了被当地人称作为主人的生物。那主人这个称呼就很有意思啊。那科技这么发达了，难道还是奴隶制吗？那这个主人就说他们对人类用核武器非常的失望，并对人类表示担心等等一系列的谈话。有些机构和个人就去问过，那伯德极地研究中心就一直说没有过这样的飞行，也没有这本日记。但这个传说就一直在流传着，从来没有消失过。有人就说这就是美国政府掩盖了真相，因为这就是他们一贯的做事风格。南极条约是表面的和平科研，或是全面管控。上面我们说的南极的各种神秘故事中，失落文明、禁忌知识全藏在数英里的冰层之下。可能这只是个故事，可南极有一件事是真的，它一直不够透明。为什么呢？没有人愿意回答。在南极条约体系的约束下，表面上这就是个外交协议，58个国家承诺在南极和平合作，但实际上呢，这更像是一个全方位的管控机制，就像是个地缘政治的防火墙，管着南极的一切人类活动。那初看之下，条约很开放，要求科研透明、数据公开，允许无限制的检查，并且禁止军事活动，在南极定为和平与科研的自然保护区。但如果你细看就不对了，南极被分为75个特别保护区，进入任何一个都需要特别的许可证。这里永久禁止采矿，禁止私自处理垃圾。当然呢，这其中有些确实是为了安全和环保考虑。那另一个公开的透明的假象呢，就是旅游业看起来是允许的，但实际上它的规定更加的苛刻。上一个季度来南极旅游的人才12万人，他们全都需要通过指定的运营商，并且全程被监控，而且全程必须随团同行。在这套看似完全为了安全考虑的系统之下，这个似乎是旅游胜地的南极留给我们的似乎并不是开放，而是留下了更多的秘密。一切都被监视，每一步都需要报备。而这些行为并不像只是为了保护冰川和企鹅。听说美国在南极长期从事着一个神秘的项目，叫做深洞行动，内容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这里面有着长期的军事后勤项目，运输基建、飞机燃料、物流。虽然南极条约中不允许任何国家建立永久的军事基地，但除此之外，基本上能干的也都干了。那他们又不是去打仗的，为什么把南极的一切盯得这么紧呢？而官方的解释永远都是那套：保护环境，保存科研价值，为后代守护南极。官方一直强调一个我们认知中的事实，就是南极这个地方并不适宜居住。最近呢，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出现，有人就开始怀疑这个说法的真实性，所以也就是本期影片出现的原因。那这些越来越多的违反认知的现象，会不会就能够说明以前可能有人住在这儿？这里会不会隐藏着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宜居地带？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那整套保密框架就会坍缩。所以如果是真的话，这个管控不只是物理上的，它是让你直接根本就想不到里面有值得找的东西。今天我们的故事素材来源于网络，虽然真实性无从考证，南极已经被冰封了几百万年，地球的智慧生命进化史才35万年，而南极的冰层连续性显示，它的时间跨度可能长达80万年之久，就不可能在人类出现之后还存在着宜居的环境。而且南极的冰层几乎就没有融化过，所以科学的证据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就算以前南极真的能够住人的话，古代文明没有化石燃料，也没有药品和建材，它是怎么在零下100度，在极寒极夜的4个月，在天天吹着飓风的地方生活下来的？那除非就是他们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科技。有人相信冰层下面埋着能够改写人类历史的证据，不只是生存的痕迹，是更震撼的东西，是我们未知的科技，是从没想象过的文化，和能够在不可宜居之地活下去的文明。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如果您觉得还算看得过去的话，希望您帮我点个赞和订阅，这样您才能看到这个小频道的其他影片。那我们下期再见。